各位爬奴白提尼，就口感非常不一样，你会不小心把它嗑光，只剩吃到牛肉最嫩的地方，小手一口。哈，大家好，我是住在泰国的 Kimi。之前拍过一集曼谷 N 坊的美食地图，受到大家热烈的回响，谢谢大家。今天呢，带着姐姐一起去吃我最常吃的曼谷美食。真的吗？会不会就是吃我们之前没吃过？当然不会啊，走吧。带你来的这家店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普恩的前女友他们两个一起来吃，陆陆续续几年之间变得比较有名，就开了很多不同的分店。那在百货公司也吃得到。那今天带你来的是总店，好，这个是我们刚刚点的。来这边呢，标配就是一个出颈肉，然后一个青木瓜沙拉。那其实它的炸鸡也蛮好吃的。话不多说，来吃一下。而且他们家的烤猪颈肉啊，可以吃得到一点点那种颗粒感，非常的明显，就口感非常不一样。今天他给的肉都是比较瘦肉的部分，我喜欢吃肥肉比较多。青木瓜沙拉，我觉得它的是就是吃起来清甜，清甜，然后又酸酸小辣，会让人家一口接一口。它的青木瓜非常非常有脆度，而且它在后面现切，然后那个酱汁配合着酸甜清爽的那种味道，还有带点那种莱姆的味道。泰国非常适合，没有很贵，50，推荐给大家试试看。เคยมากินใช่ค่ะแล้วก็เคยมาถ่ายด้วยใช่เขาชอบกินเจนแดงมากก็เลยพาหนูไปที่นี่ปกติเราสั่งที่บ้านอร่อยมากเลย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该跟人家说什么？之前也在那一周拍影片哦，同一周就对。而且他这边有获得2018、2019米其林哎。你觉得好吃吗？在吃的时候你好安静哦，你就一直不知道是饿到你了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其实外送比较好吃，外送吗？外送感觉比较湿润，肥肉比较均匀，就是不会都是瘦肉，或不会都是肥肉，全瘦肉。不知道，可能全瘦肉吃起来就有点比较干吗？觉得你下次应该会点外送。那我们现在去哪？现在要去下一家也是2房店，这是咖啡厅哎，是一个酒店。我们现在海南鸡在饭店里，对，5星级饭店里。公主请。这家之前有吃过，而且你还有看过那部电影？你说金孙吗？对，所以这是金孙的那个饭店，同一款的酒店，是那一个酒店是在海边那一区。除了卖海南鸡饭，还有卖其他的。对，但是它最主打的就是海南鸡饭，而且你告诉大家一个海南鸡要价多少钱沙巴啦，哈，好像有涨价。此生吃过最贵的海南鸡。对，饭太多。没有你等下吃一口，你吃一口，你吃一口，这饭不得了，你会不小心把它嗑光。这么夸张？它每一个饭粒都把那个酱汁哇包满，很香。这样我觉得还好，这个不会让我不会吗？因为我不喜欢吃软的饭，饭是偏那个湿软口感，鸡油香气哇，每一口都超浓郁的。这个鸡肉很滑嫩，偏原味，原味就很好吃。很嫩的嘞，有个味道，甜姜啊，就很像那个小笼包的味道，香气有喷上来。这里的鸡它是比较偏那个新加坡海南鸡的感觉，油鸡。对，油鸡。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像这个你会建议沾什么酱？这4个是不同的酱，吃起来味道都不一样。这是会辣，这个是不会辣。我还是沾最保守的酱油。它是酱油是台湾酱油还是泰国酱油？甜酱油。好甜哦！会是你喜欢的鸡吗？不是，不是哦，我喜欢的是朱拉隆的那一间鸡。哦，你喜欢的是泰国的海南鸡。不然我们俩再去吃。之前有拍另外一只，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各位。大家可以看这支影片。你吃它冬瓜，它是冬瓜是泡在这汤里，竟然不会软烂哎，有吗？是软的。超软。哦，那它们品质不一。我很喜欢吃它，是因为通常我都要吃到肥肉才会有嫩的感觉，但是它的海南鸡是，既然连瘦肉的部分都可以非常水嫩，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对，这个鸡一定没有在运动，那个肉一定软到不行啊，就这样。有在尊重鸡吗？它只剩下3个，萨迪卡，就那些，还有这个。现在我们到了下一家，然后本来是要带你来吃这家的肉桂卷，它里面的肉桂卷完全销售一空。然后我们刚才就点了一个蓝莓起司，不是蓝莓啊，它叫草莓哦，草莓起司200泰铢，是我之前没有点过的品项，是草莓有一个草莓。
蛮好吃的，对啊，很扎实。我觉得它奶味很香哎，然后它的那个下面的那个皮也很扎实，有点像奶酪的味道。嗯它的奶味蛮明显的，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吃奶制品。然后它上面那一层是有点像是鲜奶油，中间那一层是起司，它是扎实的软。想象中的起司蛋糕比较不一样，想象中的起司蛋糕它是比较硬一点，7点就休息。我们来的时间比较晚，少收一口。所以说如果有买到蛋糕，一定算你幸运。之前来你知道要排队的，就是你是说自己来吗？没有，就是一进来就可以开始买。哦，因为店里会都是人，然后也是第一次但就来没有肉桂卷，双重冲击。我才冲击。吃完刚刚那个起司蛋糕，然后我发现店内他们剩最后一个，我第一次待到这么晚，他剩最后一个在那里，他们就是收out就没了。对6点半。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来试试看的话，早点来，真的真心建议。早上9点就开了哦。如果你正在计划前往泰国自由行，但是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规划，或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别担心。现在呢，我有个新的服务，就是可以帮你量身打造你的泰国自由行哦。不管你是想要深度游、吃货游，还是寺庙文化游，通通都可以。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让我陪你一起规划你的泰国自由行吧。现在要带你去2房店的压轴，压轴，对，是很厉害，是不是？很厉害，这感觉很像日本人开的店。这家呢是专门卖日本 A5 级的和牛，哇，下重本，这么不好意思了。有点类似怀石料理搭配 omakase 无菜单，对，类似那种哦。然后这边的牛肉都是从日本的山形县的米泽和牛。你有怎么那么吃过吗？了解？因为我之前来过，这家很厉害，我吃完之后完全忘不了它，而且它里面有个很厉害的，忘不了还是好吃到忘不了。走走走，希望你会喜欢。它这是有就是预约制的，对对对对，สวัสดีค่ะ。一间可能就最多今天就只招待几位，就是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而已，11位，对。然后它分2个时段，一个是5点半，一个是7点半，是大概2个小时。这么久？对，因为它一道睡着吧，它一道一道上，然后还有跟你讲一些故事。现在上的第一道菜呢是顶级鱼子酱，然后上面有搭配和牛，然后下面那个他刚刚说是哈密瓜开胃菜，蛮好吃的，甜甜咸咸，肉的香，然后水果的香气。他们家超甜，日本直送哈密瓜，看见了，一道哦，还有那个檀木香哦，超多哎。第2弹是牛肩的部位，然后它的肉量蛮多的耶。对，我刚才以为它卷成一朵玫瑰花，吓到我。然后上面会淋一个酱，是那个味噌的。哦，然后上面还放一些花瓣点缀，好滑嫩哦。配上那个味噌的酱，它有一种甜咸的味道。这个香气很重哎。刚刚那个烟熏的味道，哇，这个看起来很结冰的蔬菜。菜的叶面布满了透明水滴状的颗粒，看起来闪闪发亮，像是裹了一层冰晶。味道呢带一点天然的淡淡咸味。下一道呢是汤，刚刚厨师说这个是牛骨熬制而成的汤品，它配上的呢是牛的腰间的这个部分，算是牛部位里面瘦肉很多的部位。但它有带点牛筋，好嫩哦。就完全不用咬哎，里面还有搭配这个鲍鱼肉，也是很嫩，这吃进去整个唇齿留香哎。天哪，这样我回台湾吃牛肉的标准整个无法提高，因为我平常不吃这种很瘦的嫩肉，你就喜欢吃这种软烂的炖到暖暖。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对啊，很赞哎。这个鲍鱼也非常鲜甜多汁，牛骨汤也把那个汁吸饱吸满在这个腰间嫩肉里面。下一道冷素面，然后他说上面的这个小花瓣也是可以吃的。哦，它闻起来是那种柚子的香气，对，太清爽了吧！它外观看起来很像那种柠檬爱玉的白盘，而且它这个面呢吸满了这个柠檬的还有柚子的香气。对，哇，那柠檬好酸，不行。和牛寿司卷，上面配上海胆，哇，这分量蛮多的。这里面有2个卷，它都是和牛的腰脊肉的部位，那还有2个，一个是要先吃没有海胆的，
这个牛肉很香甜哎，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一点脆脆的那种蔬菜包在里面，然后再带一点咸甜的海苔味，配上那个肉的油脂的那种味道。海胆好甜哦！这个的话就是海胆的味道，存在感比较重，非常重，几乎都是海胆抢走的那个风采。很像在大海里面那个直接抓那个海胆现捞哎。吃的同时啊，前台厨师也一直很努力的在看你放入嘴里，他就赶快准备。对，这里呢吃饭就是一个视觉还有味觉的享受哎，然后厨师也很视觉享受。厨师非常严厉的训练，因为他们一个动作都有一个 SOP，然后他们在切东西的时候也是。然后我们后面一人会有一位专门帮我们上菜的服务员，然后还会有一个讲故事给你听的，视觉、听觉、味觉上的感官享受。这个是热眼关西的那个牛脊肉，关西风寿喜烧，上面还有很多的松露哎。哇，还看得到和牛在冒烟，然后这个半熟蛋是跟它搅在一起，搭配着一起吃的。哇，你看，哇，很嫩哎，带一点甜味，一点咸味交合在一起。这个呢，就是不会太咸，然后又不会太甜，蛋黄。对，所以就是甜咸搭配的很符合哎。这道呢是备长炭去加热的发锅。炭香味，原本的肉色是有点红的嘛，然后刷一刷就会变成粉嫩的那种颜色，而且它油花分布得很均匀。下面还有蘑菇跟茄子，哦，好香哦！哇，好嫩哦！连和牛都有那个炭香的香气。要不是知道这是岛鱼，我一定会把这汤喝掉，超好喝。对，可以耶。有哪一道你现在不可以的？发现他们煮呷哺呷哺的时候很用心，也不是单纯是放酱油，看主厨会先放牛油，然后把整个锅子香气都弄过一次，他是等到它融化，然后用那个油把它整个锅子然后划过一遍，不是像我们自己在寿喜烧店这样子刷，好了，刷3秒吃。和牛三明治，它没有含在套餐里，它一天是限量4份，很香耶！而且它这个面包啊，先刷一层像是奶油，刷一层的那个肉酱，粉嫩红的。它酥了，不急要吃。很嫩。平常看到这个，它叫什么？炸牛排。平常炸牛排不是这样子的嫩，完全不是。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的嫩，这是我此生吃到牛肉最嫩的地方，就是这里。这个面包啊，它是有点像，很像我们吃那个酥皮浓汤那种，就有那种奶酥的味道。我也很期待。他刚刚在背后就说，哦，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他讲很大声。我们找了林国宏的照片，太好看了。你跟他说，曼达拉台湾老曼雷卡，吃到国宏跟曼煮的朋友烤菜。下一道是一个醋1小杯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紫菜跟番茄，甜酸。和牛啊，你吃久了比较腻口的感觉，然后它中间就会搭配这个，让你再开胃。下一道牛舌，我都听到你打嗝声音，很好。香哎，它有个炭烤香气，好脆哦，跟一般牛舌不一样，吃过脆，而且会烤。超级脆的，然后它很 juicy，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魔法，国宏的魔法，爱的魔法。通常不是都是那种薄薄的吗？没有，这超厚的，推荐给大家，拇指厚。我觉得你要加手，他没有加，觉得表现就苦，口味渐渐变重了。所以它如果你单吃原味，你会觉得好像比较单调。把那个香气啊什么都加深，然后带出来。快要接近尾声了，你要跟国恒 say goodbye。以后每年你都会带我来吃吧。这个已经有腌过的那个酱汁，这个就是它在烤的时候就是超香的。对，是嫩肉。这个有腌制过那个酱烧的味道，这比较像是炭烤那种 barbecue 的那种味道。这一款算是比较所有里面吃下来味道最重的，它的酱味比较重。下面一道是牛小排啊，这个的牛啊是用刚刚三明治的牛，是同一个部位，盐巴，然
后再配上蛋，还可以配这个瓦萨米。啊，但我觉得还是做成三明治比较，会比较有带出那种它的嫩，嫩，是这样。哇，你真的很会吃哎，很好吃啊，多嫩！超嫩，这真的是我人生吃过最嫩的和牛，不夸张。大家有吃过不错的和牛，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像这边有小日本区，泰国的日本料理是很好吃的，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呢是滴牛筋，因为他说他是用2天这样滴出来，滴出这样的分量，1:1还原这样子。这真的是跟鸡精有点像，精华中的精华。我原本以为喝起来会再清爽一点，它比较是重口味。对，这有点像你要熬很久很久很久罗宋汤的味道。哦，这是米泽饭，汉堡排配黑咖喱。太下饭了，这个咖喱。黑咖喱里面也有牛肉哎，它是牛肉片，然后里面有个肉排。刚才我听到我姐说她吃饱了，她把整个都吃饱了。这个米饭真的好好吃哦，硬中带一点湿软，这是味噌玉米汤，它里面不是那个豆腐哎，里面是玉米，蛮特别的。但我觉得它味噌偏甜，我会有点口水。有什么？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呀！第一个愿望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我爱的人、爱我的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第二个愿望呢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陪着我一起继续跟着我的频道一起前进。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你们的每一次留言我都有看，那也很谢谢大家。从我开始拍片开始，就一路支持我到现在。那希望未来大家继续支持。18岁生日快乐！结尾用这个做很棒哎，这超开胃，很清爽。我觉得餐前餐后都可以来一个。我记得它这个抹茶很好吃，很抹。然后这边还有日式的玉米团。哦，它这里面还有夹cheese，因为泰国人喜欢吃馅料。可能有特别改良过，分享一下整体吃下来的心得。满意，谢谢寿星，结果是寿星请我吃饭。这边有2种价位，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高阶版。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他说有中文的菜单，蛮特别的。所以就是大家来也不用担心，都会有一些介绍。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这几道菜之后，它就会给你一个清爽开胃的东西，就让你比较不容易腻。虽然东西都小，但因为我们用餐时间有点长，吃到后面其实我有点不堪负荷。哦，我觉得蛮贴心的，是准备一个小惊喜。他们准备的灯光秀，一开始我以为是停电，吧台那边整个咚咚咚赶客人的意思吗？什么的，很用心，很用心，就还做了一个小魔术这样。以上的这几家呢，就是我2房、3房、4房或是 N 房的料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几家的美食。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来听我手。下个礼拜六见喽，拜拜。